死子不除，将来必成圣灵教心腹大患。出来吧，小姑娘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更有天分，岂不在我手上成功逃遁了？可终究，我也没能离开。在我们死亡前的任何一刻，我们都没有输。出来吧，龙逍遥！龙神，光明龙神蝶，龙神附体。这股气息是，这是第一魂技，龙翼铡刀。龙神怒，第三魂技，光明龙神斩。不同的武魂似乎对龙逍遥的黑暗圣龙有品级上的优势，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，这局面恐怕维持不了多久。我要尽快出手。刚才这一击，竟令我的武魂出现恐惧与战栗。我已经100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这就怕了，还没完呢！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，光明龙神蝶。神降临！他身上的龙神气息，骤然变强了。以龙神附体状态施展武魂真身光明龙神蝶，会自然进化为龙神降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将龙神对黑暗圣龙的血脉压制释放到最大。龙神之波！灵魂冲击，第七魂技，冰帝真身。
地玄玉吸收万载玄冰髓之后，合力使出的冰雪二地之骄傲，再加上地场和好冬掌，温度降到了恐怖的零下240度。这种极寒终于冻住了龙逍遥。我要抽空全部魂力释放冰暴术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古潼，助我！冰暴术加上武通的攻击，威力已经媲美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。武通，我们赢了吗？你们两个小家伙，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惊喜。真没想到，现在的年轻人竟然已经能够做到如此程度了。果然是一代新人胜旧人呐！多漂亮的小姑娘啊！200年前，我也曾遇到过一样美貌的姑娘。游戏结束了。你现在可以选择。我这匕首之中蕴含着黑暗元素之毒，就算是你的极致之冰也克制不了。当然，他的是光明之体，就更扛不住了。是刺自己一刀，还是我刺他一刀？一共有9次机会，每一次都必须刺在躯干位置。我数一个数，你刺一刀。你犹豫的话，我就让他帮你分担一刀。9刀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你堂堂极限斗罗，竟然拿一个女孩子来威胁我！给你1分钟考虑时间，然后我们这个新的游戏就开始吧。奉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。老夫是99级极限斗罗，任何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比如你想要杀我的眼神。补充一条规则：你捅下去的每一刀，都必须有2个洞才行，也就是要扎穿自己。你说话算话。
太疼的话，可以让他承受。下一刀，让给我。无头，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可以吗？无头，当年我刚刚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才11岁。那时候，我有一位室友，一位有洁癖但却有点懒惰的室友。他有着英俊的相貌，强大的实力。他的名字叫做王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奏无名之辈。我叫王东。不要停。虽然一开始闹了点别扭，但我们很快成了朋友，一起参加了6年前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并且一起赢得了冠军。后来，我作为交换生去了日月帝国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我走了。那咱俩就在这里。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不是有皇家？等我迫不及待地重回学院的时候，我却找不到他了。但就在当夜，那个名为海神园的夜晚，他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真名叫做王东儿。6。从此，我的世界被他填满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停下！最后3刀留给我。我们不是说好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我与东儿相识相恋，早已约定共赴余生。但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开起玩笑。不是。乾坤问乾坤，我失去了他，是我一直将你当成是失去了记忆的他。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武魂融合，来确认你就是他。可是我失败了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你不是他。爸。无头，如果未来你见到一个和你相貌一样的女孩子，或许她就是冬儿。不要告诉她今天的事，就让她忘掉我，快乐的活下去。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生生世世。9刀已成。
真身光明龙神体，会自然进化为龙神降临。明帝之势。是刺自己一刀，还是我刺他一刀？立储，群臣上表，要朕趁着春秋鼎盛，早立皇储。陛下，您的身体，朕的秘密，只有你知道，也同样，只有你能替朕分忧。这里是朕的遗传基因，橘子，你要用它为朕诞下龙嗣。橘子，敢不辱命？傻丫头，不要想得太多。朕说过，你生下的孩子就是朕的孩子，也只有朕才有资格做他的父亲。这段时间，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临海将军暂时接管。是，陛下。梧桐，这是哪里？龙逍遥呢？我自伤9刀18洞，怎么现在一点痛感都没有了？伤口不见了，这是魂力如惊涛骇浪一般，比以前还要强悍，而且我的魂力直接冲到了80级瓶颈。雨浩，你醒了！你终于醒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竟然足足昏迷了7天之久。7天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干什么？知道疼就不是做梦啦。秋秋，雨浩才刚恢复，你别闹了。哎，你快说说，你怎么去天斗城了？唐舞桐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你了？你不是说他不是王冬儿吗？梧桐，是他送我回来的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回来后看你身体无恙就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看来是龙逍遥放我们回来的。可是他逼迫我自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去找大师兄。雨浩，
你醒了，快坐下说。你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了。你真是屡教不改。任务只是潜入龙城获取稀有金属，你怎么跑天斗城去了？大师兄，你可别生气，我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原因？我在龙城和极北之地2次狙击日月帝国的先遣部队，想要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绕道。而天斗城是战略要地，我也是想顺道打探一下情报。情报？什么情报？小雅老师的情报。小雅？唐门旧址就在天斗城，小雅老师也是天斗城出身。我进入天斗皇宫探查，虽然没有找到小雅老师本人，却抓到了一个舌头。舌头？快问下他知不知道小雅的下落。魔尼。宇浩，你大师兄，你别出声。这里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知道我是钟离教主派来的人。您是供奉堂的人？属下楚延伟见过供奉大人。你为什么会晕倒在皇宫旁边？是什么人将你弄晕的？有一个魂圣入侵皇宫，属下追击中被他击中，就失去了意识。废物！圣女现在何处？此事我需亲自向她汇报。蓝衣圣女此刻就在天魂帝国前线。另一位呢？另一位，她不是因心火不稳被教主留在总部了吗？不对，你不是圣教的人。亡灵魔法，控魂之火。说，圣灵教总部在哪里？总部在。不好！这里是贝贝的房间。我们没事。宇浩，居然给下属灵魂下了诅咒，一旦说出禁词，就会自爆。不过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萧雅老师在天魂帝国前线，小桃姐在圣灵教总部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救人。事关重大，我们去请示一下海神阁。什么？唐雅的消息？我们探查到小雅在天魂帝国前线，打算组织人手去救她回来。不知道学院方面近期有什么行动？唐门的动作对学院会有什么影响？有什么影响？我们不仅要救出唐雅，老夫还要派出至少2名封号斗罗给你们压阵。就让韵之和少哲一起来吧，他们都是超级斗罗，有他们在，成功率能高上不少。玄老英明。啊，对了，玄老，那个唐舞桐回来以后怎么样了？他把我救回来，
我想去看看她。她闭关修炼了，这丫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救你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她精神有些恍惚，然后她就跟我说要闭关修炼去，谁也不能打扰她。这丫头的天资极好，希望她这次闭关有所收获吧。好了，你们回唐门准备一下，我们尽早出发。是，玄老。天梦哥、冰帝、玄女，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快痊愈了？龙逍遥呢？我们当时可是紧张极了，随时准备跟他拼个鱼死网破，但没想到。一个至情至性的年轻人，若非这枚龙丹需要你身体没有任何抵抗，且处于绝对虚弱状态才能生效，老夫又何必费心设下此局？龙丹，所谓龙丹，就是龙的内丹。巨龙成年之后会凝聚一种能量体来淬炼灵石，那就是龙丹。龙丹之于龙，就像你们人类魂师的魂核一样，极其珍贵。魂核？这也是你短时间内接连突破，直接达到80级瓶颈的原因。龙丹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净化身体，提升血脉、骨骼。你服下之后，身体强度已经跟巨龙无异。哪怕是一直突破到极限斗罗那个层次，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承受不了的问题。那龙逍遥把龙丹中的一部分力量作用在你的身体里，然后更多的则是压缩起来，凝聚在你胸口位置。将来，如果你能修炼到在那里完成魂核的话，这龙丹中蕴含的能量就能够对你有巨大的帮助了。比之万载玄冰髓，龙丹的力量更加霸道，对你本体大有好处。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你凝聚第2魂核的时候，应该先选择在胸口完成，先吸收那龙丹的力量。那时候，就连你的精神之海都会变得像巨龙一样稳固。未来如果真的和帝天硬碰硬，也算有些资本了。龙逍遥居然在帮助我，可是为什么？从他说出的只言片语来看，应该是你的老师穆恩的嘱托。老师，说实话，老夫刚才已经被你感动到有些下不去手了。穆恩的嘱托，我却必须完成。溪水，我无法阻止他，也阻止不了他。对抗圣灵教的责任，只能交给你了。作为老师，他真的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。老师，是您拜托的龙逍遥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圣灵教走在一起啊？不过现在，你也要考虑把小白接回来的事了。小白还在天斗城，我给忘了。我跟小白之间有心灵感应，这孩子机灵得很。在你们被龙逍遥带走后，他就循着你的气息一路尾随过来了。此刻正在……不够吃，真的不够吃。小白，
不好意思，小白，我来晚了。外公，小白，你过来了，我都要饿死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外公对我真好。只说过，你生下的孩子就是朕的孩子。舌头，快跪下来！知不知道山的下落？早不在。这丫头的天资极好，希望她这次闭关有所收获吧。好一个至情至性的年轻人，对抗圣灵教的责任只能交给你了。小白还在天斗城，我给忘了。太好了，贝贝，有宋老和严院长出马，这次营救小雅的行动一定也可以顺利完成。大师兄，这次说什么也应该让我去了吧？轮也轮到我了。菜头，是咱们唐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魂导器的订单都排到好几年后了。宣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其他人就属你最会制作魂导器，有你主持大局，我也放心。大师兄，你看，咱们唐门成立以来，只有一个人一年到头往外跑，宗门事务能推就推。偏偏这个人既有管理才能，又有极高的魂导师天赋，而现在他正好在宗门里面。二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背后下黑手啊！什么背后下黑手？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情？这么说来，确实。大师兄，而且宇浩在日月帝国重点关注名单上，留在宗内暂避风头也是好的。我也同意让宇浩留下。宣老师，宣老师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小雅老师不仅是唐门门主，也是我的大恩人，把他从圣灵教救回来，我当仁不让。你的心情我当然能理解，但是我要说，宇浩，你变得懈怠了。懈怠？宣老师，我在修炼上可是一点都不敢落下。现在的魂力已经达到80级瓶颈了。什么？80级？很好，那么我问你，你除了魂师，还有一个身份呢？您是说，魂导师？你的魂力一直在快速稳步提升，但魂导师等级却长时间停留在7级。要知道，你的对手日月帝国的强项，恰恰是魂导器与魂导师。如果不能挑战对手最强的强项，你谈什么击败对方？您说的对，要打败日月帝国，我必须在魂导器上有更大的突破。很好。8级分解炮，3天内完成这件8级魂导器，我就同意你参加行动。小师弟，你去哪里？魂导实验室。分解炮是一种通过空间裂解产生强大破坏力的魂导器，堪称单体攻击力最强的魂导器之一。在任何一个级别中，分解炮都是制作最为艰难的几种魂导器之一。班长要做的可是8级分解炮啊，制作难度可想而知。就连宣老师那样的9级魂导师，制作起来也要费番手脚。其实，我想让宇浩留下，还是有自己的私心在的。私心？秋秋从龙城带回来的冰级神经，我用了多种方法研究它的特性，最终得出结论：
这冰级神晶的品质，足以与当今任何一种最顶级的稀有金属相比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能够制作9级魂导器，甚至是未来制作10级魂导器的材料。10级？而我受限于修为和自身武魂属性，是无法锻造冰级神晶的。只有拥有极致之冰的宇浩自己可以做到。为了将冰级神晶这样的稀世珍宝锻造为旷世神兵，宇浩必须在魂导师一道上取得更大的突破。轩老师，您真是用心良苦。加油吧，宇浩！以我的天赋，9级魂导师就是极限了。只有你有机会去触碰那10级魂导师的极限。眼看着就是3天了，看来小师弟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我们去了。是宇浩的方向。菜头，快去请轩老师。奇怪，宇浩怎么还没开始？好强烈的压迫感！宇浩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，仿佛是一头即将苏醒的洪荒巨兽。如果不是和这小子在一起时间长了，真的会以为他是一头人形凶兽啊！那是魂核。宇浩他已经凝聚魂核了吗？开始了。他在制作外壳。冰级神晶。宇浩带回来的冰级神晶真是极品材料啊！太神奇了，大开眼界啊！42块金属外壳，这么快都完成了。直接开始雕刻了，都不歇一会儿吗？8级分解炮的每一处细节，宇浩已经了然于心。锻造也应一气呵成，打断节奏反而不好。打造8级分解炮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将24个核心法阵整合为3个中央核心法阵。这24个核心法阵，任何一个都比7级魂导器的中央核心法阵还要复杂。宇浩雕刻第2个核心法阵，只用了第1个80%的时间。
当年我第一次制作8级分解炮的时候，足足用了6天时间，而这第1组核心法阵的雕刻，就用了3天。开始组装了。核心法阵再复杂，那也是核心法阵，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精力、魂力和经验。而我的魂力和精神力早已达到魂斗罗级别，甚至与封号斗罗也相差不远。他能成功吗？最后一步了。动了！晕针！最后一刀，也是最难的一刀。这一刀需要连续扭转18次，而且一气呵成，才能将法阵的魂纹完全铭刻进去。但最难的地方还不在这里，这最后的铭刻在稀有金属内部，必须将魂力凝结成细针进行雕刻，再精细的刻刀都不行。成功了！冰针18曲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控鹤擒龙。恭喜你，宇浩。轩老师，您要亲手试一下吗？不必试验，我亲眼看你制作，没有一丝错误。臭小子，你现在是货真价实的8级魂导师了。这段时间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林海将军暂时接管。皇后娘娘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，太医，开始吧。
诉了，叶院长。小家伙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很好，我们出发吧。真是残酷的战场。天魂帝国虽然国土损失大半，但依托军事重镇天灵城摆下大阵，暂时也止住了颓势。天魂、斗灵、星罗3国联军相加，至少有50万大军在这里。而与此相隔50里外，日月帝国也至少有30万大军与之对峙。这次行动只为营救小雅，切不可恋战。我们到了。